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杭州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有爆料出来的一些消息，未来更新。那其实官方界面也是更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。那么首先线下聚会所看到的东西就包括自动打野蛮人，就是你们点开搜索野蛮人的时候，旁边会多出了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你点开之后就可以自己设置。你需要打多少等级的野蛮人，然后你的部队血量降低到多少之后，就自动回去城市帮你替换部队出来，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设定。如果你们之前有玩过万龙觉醒又或者是其他的 SLG 游戏的话，基本上是有这个操作的，所以万国觉醒出现这个东西呢也不算新啦，可以说是他们用万龙觉醒做测试，现在才正式推出到万国觉醒。那出现了这个自动打野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拉野啦。那如果你想要自己拉野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关闭这个自动打野蛮人的功能。像有一些玩家不是很得空，又或者是他想要用他的小号体力药水去打一些野蛮人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操作。这个是官方放出来比较清晰的图片，但是只有自动打野蛮人而已，没有自动采集，没有自动采集宝石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么开心。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如果能够出自动打野蛮人存在的话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也是会产生蛮多问题的啦，所以官方暂时只是推出自动打野蛮人。除了自动打野蛮人之外，还有包括自动帮助，并且会告诉你已经累积帮助了多少次，在帮助了之后会减少多少的时间。但是比较起自动帮助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能够自动治疗啦，就是到达了一定数量之后，医院就会自动帮我们治疗，这个我在之前有提到过，但很可惜的官方并没有推出这项功能。接着就是万国锦标赛，在之前策划面对面的时候有提到过，就是他们会开启一个比较快速的 KVK， 但是他们似乎是已经改掉了规则，变成比赛了。在这个地图中只有2个区域而已，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出生地，另外一个就是互相打架的地方，你们可以理解为皇庭。那因为只有2个区域的关系啊，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地图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。死兵替代重伤，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治疗，你的部队会直接死掉。那听到这边的玩家可能会吓一跳，哈，这样子我的部队死掉的话怎么办呢？那因为这个比赛呢，它的时间会比较短的关系啊，如果给你们一直不断的去治疗的话，这个比赛可能永远都打不完。所以在这个锦标赛中是不会有重伤的，会直接阵亡，会有统帅助阵，大量部队阵亡返还。至于返还的比例是多少呢？根据我之前透露的消息来看，阵亡部队会返还 80%， 然后资源跟加速返还 50%。 如果官方他们没有改掉规则的话，那么这个锦标赛呢是自己需要去组队的，就要找朋友跟你一起组成队伍。那因为我没有去线下的关系啊，所以他这边说的队伍人数规模我这边有点不太确定，他可能是45个人变成50个人，变成55个人，60个人，应该是这样子啦。会有64支队伍参加比赛，然后慢慢筛选变成32支、16支、8支。至于下面所写的队伍人数规模，我觉得跟上面的队伍应该有关系吧，就是可能64支队伍的时候，一个队伍里面有45个人，然后变成32支队伍的时候，一个队伍有50个人之类的，以此类推，我个人觉得啦。那么这个就是万国锦标赛的地图了，其实跟之前看到的地图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可能就有观众问我了，议员你是不是玩我们啊？为什么拿2个一样的图片出来给我们看？那其实右手边那张呢是杜拜线下见面会的时候官方放出来的图片，右边那张图片呢是考虑增加这样子的 KVK， 然后打8个小时而已。但是我听说前阵子策划跟一些玩家他们开会说了这个 KVK 的事情，其实得到不少玩家的反对就变成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8小时的 KVK， 所以他们把原本 KVK 的想法换成比赛了，可能是这样子啦。因为看这2张图片虽然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看仔细一点的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就比方说旗帜的外观，因为之前8个小时的 KVK 其实官方也没有完全的释出一些消息，又或者是讲得很仔细啊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中途放弃了，又或者是修改了一下就变成左手边那个版本，又或者2个其实本来就是一样的呢，只是变成比赛形式了。不过暂时也只是一个构思而已啊，之后会不会再改动就不确定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到官方公告才可以确认。接下来是线下聚会的时候才有透露的一些东西，联盟官员权限制定义。因为近期有那个预设旗帜的关系啊，所以有一些官员就投诉说要做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之后官方他们打算做这个自定义啊，就是说哪一个官员他可以做什么东西。
合理的分配分担工作，这样子就不会让某一些玩家做的比较累了。那从这边的标志来看的话，上面跟第二个图案呢，一个是盟主，另外一个是顾问，所以顾问的权限其实跟盟主是差不多的，下面应该是其他的职位。图片这里看到的字不是很清楚了，不过我大概猜测一下，第一个是信息管理，第二个是人员管理，第三是内务管理，第四个是建筑管理，第五个应该是集结驻防部队管理，第六个就看不清楚了，什么高层管理啊，好像是太模糊了，所以这一点之后管理层可以自己留意一下。接下来还是万国锦标赛的内容，如果你在万国锦标赛里面获得胜利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些特效，包括城市特效、头衔还有行军特效。这个特效真的超级帅的，叫荣耀之剑。但是你们也看到前面的规则了，要打这么多的队伍，要一直晋级到最后拿到冠军呢，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了。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的特效，不得不说是真的很帅，而且算是限定款吧，毕竟要参加万国锦标赛的玩家才可以获得。至于那个头衔呢，你要获得冠军之后才会有那个头衔行军特效，各位也可以看到好像霍去病的技能这样子，燃烧自己的队伍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特效是比起 SVIP 的特效还要更加帅的。那最后一个我收到的消息就是账号二维码生成扫描登录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国际服了，因为在之前国服就可以扫码登录了，国际服是完全不可以的。但我也希望国际服能够推出这个东西啊，让我们登录账号的话会比较快比较方便。当然也有玩家会担心有危险的问题啦，不过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事情。那其实这个登录方式是国服的玩家去跟策划请求的，就是你不需要点进游戏里面打开设置之后才登录别人的游戏账号，也不需要输入任何东西，你们只是需要打开游戏之后就会出现这3个按钮，包括客服、扫描或者是生成二维码。你就可以扫描别人的二维码登录他的账号，或者是你发送你的二维码给你的朋友让他登录你的账号也可以。那么安全隐患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那策划在线下的时候有说到，你如果分享账号给别人的话，其实是你可以自己设置有什么东西可以做，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做。就比如说对方能不能够使用你的部队去打架，能不能够使用你的宝石资源，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。所以这个生成二维码让别人去登录你的账号其实是比较安全的。或许你全部限制之后，那个玩家只能进入你的账号查看你的账号而已，什么东西都做不到。但是如果没有限制的话，对方就可以直接进入你的账号做任何东西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更新是真的蛮不错的，但是国际服大概率应该是不会出现啦，不过也是分享给国际服的玩家知道。最后还有分享一个新的头像，但是这个新的头像要怎样获得我就不确定啊，叫浪浪沙很可爱一下。这种头像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上一次最后出现的就是火鹰。获得方法是通过购买礼包，在更加之前蓝色小鸟那个呢，其实也是算购买礼包啦，就是你花钱之后就可以拿到头像，所以我相信这个鲨鱼大概率应该也是要花钱了。以上就是杭州线下见面会所讲的一些更新，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？最后再次声明，因为我本人没有去线下，可能有一些地方说漏或者是说错的话，如果有去线下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